美股6月8號這一天，3組數字同時砸了出來，錢都反着常理來。Intel 單日漲了 11.2%， 收盤110.27美元，今年以來已經漲了接近 170%， 擠進了標普500年內漲幅最靠前的那一檔。同一天，太平洋對岸的韓國芯片股集體跳水，三星跌了近 10%，SK 海力士也跌了近 10%， Kospi 指數一度跌穿 8.3%， 直接觸發熔斷。可第二天，也就是昨天，這幫股票又集體彈了回去，指數反彈 8%， 三星收漲 9%，SK 海力士也直接收漲 16%， 一邊猛漲一邊坐過山車。可在這場芯片大戲裡，還有一出大戲正在悄悄地上演着。這場大戲的主角就是 Intel。 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 Intel 的 AI 芯片不是徹底失敗了嗎？我先把答案放在這。是的，失敗了。而且正因為失敗了， Google、英偉達、蘋果、Meta 這4家巨頭才敢排着隊把自己最金貴的芯片送到這出大戲的主角 Intel 的門口。朋友們，這就是今天最值錢的一句話，我管它叫做 Intel 悖論。先說跟你的關係，你要是手裡拿着英偉達，拿着台積電，或者一直蹲在場邊等 Intel 的進場點，今天這件事怎么走，會直接動到你的判斷。所以這一期咱們就把這個悖論一層一層的拆開。為什麼失敗反而是好事呢？你想想看，把你最核心的芯片設計交給一個還在跟你搶同一批客戶的對手，這跟把保險箱密碼交給隔壁小偷有啥區別呢？這在商業上約等於自殺。可要是交給一個自家 AI 芯片已經垮了，在你面前一點威脅都沒有的高級代工廠，那這就不叫冒險了，這叫聰明。現在的 Intel 恰好就是後面這一種。咱們先從英偉達講，因為這條線技術上最硬。英偉達2028年那顆新旗艦 GPU 代號 Feynman 是現在 Rubin 架構的下一代，它最大的特點是把4顆獨立的計算心力塞進同一個模塊裡，再配上超過1TB 的高帶寬內存。心力這個詞可能有點陌生，你就把它當成4顆 GPU 核心拼在一起幹活，好比把單缸發動機換成了4缸。為啥要這麼搞呢？因為 AI 幹活的方式變了，現在的 AI 越來越多在跑長鏈思考，一個 AI 助手連着做幾十步的推理，上下文動不動就幾百萬個 token。 這種活最吃緊的不再是算力，而是內存夠不夠大，夠不夠快。要裝下更多的內存，封裝就得做得更大。可這裡卡着一道誰也繞不過去的物理牆，台積電的 CoWoS 封裝。說白了，就是把好幾顆芯片鋪在一整塊的大硅板上，再用硅板裡的線路把它們接起來。問題是，這塊硅板能做多大？被光刻機的眼模板死死地卡住。眼模板你就理解成曝光用的模板，大概是26×33毫米，不到巴掌大。台積電現在能做到5.5個模板拼在一起，這已經是教科書級別的工藝了。可 Feynman 要的封裝面積是這個的3到4倍，4顆計算心力，每顆都是大塊的硅片，加上20幾組的內存堆疊，整塊基板得做到120×180毫米，相當於把20多張的名片平鋪開。目前台積電做不到，硅這東西一受熱就膨脹，板子越大翹得越厲害，哪怕翹那麼一絲絲，芯片底下那些肉眼根本看不見的小焊点就容易裂了，一顆幾萬美元的頂級 GPU 就可能當場報廢。這就跟鋪地磚一個道理，
小塊磚隨便鋪，你要拿一整塊超大的瓷磚去鋪，地基稍微不平，磚底就空鼓，一踩就碎。就算你不管撬漆，成本这關也過不去。Coreworks 封裝裡，光那塊硅基板就占了總封裝費的4到6成。Fireman 要還用這一套，成本直接爆表，整顆 GPU 賣不賣得動都成問題。所以這是物理學給 Coreworks 畫的一條死線。不是 Intel 比台積電厲害，是封裝尺寸撞到了物理天花板。Intel 的 InMap 走的是另一條路，它不用那塊前尺寸的大基板，而是拿熱穩定性更好又便宜的有機基板當底座，只在最需要高速傳輸信號的地方嵌幾小塊高精度的硅橋，還是拿鋪地舉例，不用一整塊大理石鋪滿前屋，只是在需要精密拼接的地方嵌幾塊好石料，其他地方用普通的材料，又省錢又穩。這麼一來，面積想擴多大擴多大，不再受模板尺寸的限制，熱控制也更穩。100乘180毫米对 InMap 根本不是极限，是起步的設計目標。Intel 更新的那版 InMap T 還在有機基板裡打了垂直導電通孔，直接從背面供電，把電壓波動給摁住了，又在硅橋裡塞了大容量的電容，讓超過1TB 的內存信號穩穩的傳。這些恰好都是 Fireman 的硬要求，封裝成本還比 Coreworks 便宜3到4成。在一顆 GPU 動不動幾萬美元的世界裡，封裝能省3成，那是實打實的真金白銀。還有個細節，很多人沒注意到，把台積電封裝產能堵死的，恰恰是英偉達自己。英偉達溢價鎖住了全球 Coreworks 產能的6成多，錢拿去保正在大規模出貨的 Rubin。從2026到2027年 ，Rubin 出貨最猛的時候，台積電封裝線要基本滿載。英偉達就算想讓台積電順手幫 Fireman 跑個早期的測試，台積電也騰不出地方。你品品這個局，英偉達用 Rubin 把台積電的產線堵滿，又用 Fireman 的物理需求捅破了台積電封裝能力的上限，等於英偉達自己把自己逼到了 Intel 的门口。那筆50億美元的股權投資，表面看是財務動作，骨子裡是花錢買產能插隊權。英偉達現在是 Intel 重要的戰略股東，排流片分工程資源的時候，能拿到普通客戶拿不到的最高優先級。說白了，這筆錢買的是一張插隊券，給 Fireman 的首批測試搶出了一個時間窗口。Intel 的 18A 工藝接的是 Fireman 的 I/O 芯片代工， I/O 芯片管的是數據通信，不是核心算力。你可以理解成 GPU 裡專門收發快遞的那個部門，不算最值錢，但少了它，整台機器都轉不動。這個分工很有講究， I/O 芯片面積比計算芯片小得多，在 18A 現在5-6成的良率下，廢一點的成本還扛得住。真正的核心計算芯片還是留在台積電的 A16， 因為 A16 有一手 Intel 暫時學不會的絕活，叫背面供電。簡單說就是把供電線路挪到硅片的背面，大幅壓低高功耗芯片的電壓損耗。Fireman 的計算核心要扛幾千瓦的熱，背面供電少不了。所以這不是 Intel 把台積電整個端了，這是一場精算過的分工，什麼活配什麼廠。歷史上頭一回，一顆主流的 GPU 拆給2家代工廠拼着造，這本身就是個範式突破。但你要是以為這是英偉達在調供應鏈，那 Google 接下來的這一手才真叫人坐不住。Google 下的不是一張訂單，是一盤4步連環棋。Google 一口氣
向 Intel 下了300万顆 TPU 的訂单。300万顆是什麼概念呢？我給你個參照。Google 2026年一整年自家 TPU 的出貨量大概是330萬顆，這是所有代 GPU 加在一塊的量。乘着 Google 搜索、廣告、Gmail 還有 Gemini 全家桶的推理，裡頭還包含了給 Anthropic 的算力承諾。光 Anthropic 就從 Google 手裡拿了接近100萬顆。再看摩根士丹利的測算， Google 2027年、2028年這2年 TPU 總製造規劃在600萬顆以上， Intel 一下拿走300萬顆，等於這2年新代 TPU 產能的大約一半。這不是試水，不是備胎，這是動真格的供應鏈重構。Google 把一半的新代 TPU 產能從台積電的體系裡硬生生的挪出來，拿真金白銀賭 Intel 能行。一家公司敢把一半的命脈產能壓在你身上，這份信任比任何一記商業吹捧都重。為啥非得是 Intel 呢？因為 Google 要做的是整條供應鏈。過去 Google 的 TPU 高度綁定在博通身上，博通不光幫他設計芯片，還順手幫他買高帶寬內存，中間賺一道差價。而高帶寬內存在 AI 芯片的物料成本裡占到了3到4成，這塊越來越貴， Google 忍不下去了。你知道 SK 海力士今年為什麼漲了 225%， 市值衝破1萬億美元嗎？根子就在這兒。高帶寬內存是 AI 芯片裡最稀缺的那塊零件， Google 英偉達這幫大客戶開始繞開博通，直接找 SK 海力士談合同，中間商那層利潤被一刀切掉。 SK 海力士從幕後打工的一下變成台前的核心供應商，股價直接翻了3倍。現在 Google 乾脆把整個模式拆開重裝，聯發科管 I/O 芯粒設計，美滿電子管另一塊，高帶寬內存的採購權 Google 自己賺着，繞開中間商。Intel 做封裝，順手把內存集成進 InMap 的基板。SK 海力士已經在測高帶寬內存配 Intel InMap 的方案了，這是 Google 搭獨立算力供應鏈的最後一塊拼圖。說到底 ，Google 買的不是芯片，是整條算力供应鏈的控制權。那 Google 最新一代的 TPU 到底是什麼水平呢？內存288GB， 帶寬每秒 8.6TB， 片上緩存384MB， 比上一代翻了3倍。拿英偉達當前的旗艦 B200比一比， B200 的内存 192GB， 帶寬每秒 8T， 288對192， Google 多出了整整 50%。 這是 Google 頭一回能在內存這張牌桌上正面甩出比英偉達更大的底牌。再往上看， Google 的 TPU 傳成一個超級訓練集群，單個集群算力121個 exaflops， 內存池高達2PB， 這就不是一家公司給自己造工具了，這是一台能對外賣的算力發動機。 Google 現在已經在賣了， Anthropic 用的就是 Google 的 TPU， Spotify 也在用。 Google 雲今年1季度增速衝到 63%， 裡頭一部分就是這麼來的。把這張圖拼齊，你就看明白了。 Google 和英偉達不約而同的把訂單塞給 Intel， 本質上是用自己的資本和產品命脈，硬把一個還在掙扎的代工廠催熟。邏輯不是 Intel 比台積電強，是台積電的壟斷已經成了整個行業最大的物理瓶頸，強到逼着他最大的幾個客戶自己動手養備胎。繞了一圈，咱們又回到了開頭那個問題， Intel 的 AI 芯片為什麼失敗？也正因為失敗， Google、蘋果、Meta 才敢放心的把芯片交給他代工。看 Intel 下一代數據中心 GPU， 代號 Crescent Talon，
它連高帶寬內存都不用了，改用 LPDDR5X， 就是你手機裡那種相对低端的內存，帶寬從每秒 8TB 這個級別，直接掉到了一秒 1.5TB 左右。Intel 等於主動認慫，不跟英偉達正面硬剛了，專挑那些對延遲不敏感的常為企業推理生意去做。聽上去這就是 Intel 在 AI 賽道上的徹底潰敗。可你反過來想，要是 Intel 的 AI 產品真的智能起來了， Google 敢把 TPU 的微架構設計、物理版圖、量產良率、整套家底都交給他嗎？絕對不敢。還是那句話，把核心資產交給一個還在搶你客戶的對手，等於自殺。但現在的 Intel 咖喱的市場份額幾乎可以忽略，在 Google 和 Meta 眼裡構不成一絲的威脅。在 Google 看來， Intel 在 AI 平台上的競爭威脅基本解除了，它現在更像是個背着巨額晶圓廠折舊，急着等大單回血的高級代工廠。打個比方，這就像一家又造船又開航運公司的老牌巨頭。航運那攤垮了，可造船廠的手艺還在。那些早先死活不敢訂單交給他的大客戶，怕的是你自己也開航運會偷師，現在終於能放心上門了。那 Intel 自己賬面上有多慘呢？2025年2季度，代工部門44億美元的營收，盈虧了32億。整個2025年，按非公認會計準則算，營業利潤率是負的。這種虧法本質上是為重建美國本土的高端製造在交學費。但今年1季度，代工的營運虧損收窄到了24億，良率也在爬。18A 節點的良率，按 Intel 自己的說法，每個月還在以7-8個百分點往上提。Panther Lake 處理器的量產準備也挺順。Google 的大單，英偉達的流片測試一落地，資本市場立馬把它當成代工業務轉折的信號。這就是 Intel 6月8日單日大漲 11.2% 的由頭。好，現在說點跟你錢包直接相關的。你要是拿着英偉達，短期不用慌，弱餅正在交货高峰，2026年的營收怎麼都跑不掉。但2028年的估值邏輯，你得早點想。要是 Intel 的 InMap 封裝成了，要是 Google 真搭起了一條繞開台積電的算力供應鏈，那台積電 CoWoS 這道產能瓶頸，作為英偉達護城河的一塊就開始鬆動了。英偉達的庫塔生態還硬，但只有台積電能做封裝這把鎖，會被一點點的撬開。你要是盯着 Intel， 得知道華爾街現在估它用的不是老一套的市盈率，而是分拆估值，把芯片設計和代工分開算。最樂觀的算法裡，有分析師說，光代工這塊要真兌現了，單獨估值就能摸到5000億美元。而 Intel 現在的總市值差不多就在這個量級上下晃。今年它已經漲了接近 170%， 這不是穩妥的標的，是個高風險、高彈性，得用時間去驗證的賭注。拿着台積電的朋友呢，短期影響很有限。台積電今年1季度毛利率高達 66.2%， 工藝一路提價，客戶照單全收，沒一家敢吭聲。它的定價權是真實存在的，強到客戶嘴上罵罵咧咧，錢卻一分不少的付。但放長了看， Google 和英偉達正在養的這條備用產能線，會是台積電護城河上第一道真裂縫。還有韓國芯片股 ，SK 海力士今年漲了 225%， 市值突破萬億，三星漲了 114%， 這兩家合起來市值佔了整個 Kospi 指數40%多。所以6月8號韓股一天跌 8.3%， 昨天又立馬彈回來，三星漲 9%， SK 海力士
漲16%。這種上竄下跳說明一件事，這行裡任何一個風吹草動，到了股市裡都被放大好幾倍。為啥呢？因為高帶寬內存是整條 AI 供應鏈裡最替不掉的零件，而 SK 海力士一家占到了全球出貨量的1半還多。當 Google 這種雲廠商把博通那層中間商剪掉，直接找他談，他就從幕後走到了台前，漲幅就是這麼漲出來的。你退一步看整張图， Google、英偉達、蘋果、Meta 4家巨頭2026年同一时間把目光全轉向 Intel。 這不是 Intel 的勝利，這是整個 AI 半導體行業同時一頭撞上了一堵叫台積電產能的物理牆。台積電的2納米晶圓一片報價3萬美元，是現在產量工藝裡最貴的。3納米也在接着提價，1成到1.5成不等，所有人咬牙付。最先进的 CoWoS 封裝產能 Google 擠不進去， Meta 擠不進去，連英偉達也只能用 Rubin 把下一個週期的產能提前鎖死，幾乎沒給 Feynman 留下測試的縫。壟斷到這個份上，開始反噬了。當一個供應商強到這種地步，他的大客戶就會不計代價的去養備胎，哪怕這個備胎還在燒錢，還在爬坡，還有一屁股的執行風險。Intel 就是這個備胎，但它不是個弱小的備胎，它在美國本土有全套的晶圓廠， InMap 的封裝攒了快10年的商業化經驗，背後還站着美國政府也10%的股權和芯片法案的補貼。俄勒岡和越南的 InMap 產能也在擴建。蘋果這條線也值得多看一眼。蘋果在供應鏈上從來不冒險，可它跟 Intel 談判的節奏本身就是個信號。不從 iPhone 的旗艦芯片下手，先拿入門級的 M 芯片練手，一步步驗證 Intel 大規模出貨穩不穩。驗過了，蘋果再把更多的活挪過來。沒驗過，蘋果損失的不過是一批入門級的合同，旗艦產線毫髮無傷。一家以謹慎出名的公司肯啟動這套驗證流程，本身就說明他認定 Intel 已經進了可以認真考慮的圈。所以你現在能做的不是去猜 Intel 明天漲還是跌，是盯住一個更靠譜的信號， Intel 18A、14A 的良率到底能不能按他說的節奏往上爬？這條數據比任何分析師的喊單都實在。良率爬上去了，這盤棋就成了一半；爬不上去，再大的訂單也是空中樓閣。接下來幾年有一場好戲看，台積電一邊在亞利桑那州建新廠，推 A16和2納米，用地理分散來對沖客戶跑路的壓力。Intel 一邊在 18A、14A 上死磕良率，爭取2027年前後把代工做到不虧錢，兩條線一起跑。台積電的工藝領先，短期內沒人撼得動。英偉達的核心計算芯片還得放在它的 A16 上，但台積電是唯一選擇的那個時代，正在慢慢落幕。決定全球 AI 最底層的晶圓製造和先進封裝，正從一家獨大走向一個還不穩、還不均衡，但終究是兩極的新格局。這個過程也許要3到5年，要 Intel 在量產裡一次次的自證良率，要 Google 和英偉達的大單把它的產能線一口口的餵熟。說到底，所謂 Intel 翻身，真正的基本是整個行業在替台積電的對手交學費，這筆學費最後養肥了誰，又坑了誰？答案已經藏在今天這期視頻裡了。評論區告訴我，你覺得台積電唯一這把鎖會在哪一年被徹底的撬開呢？是 Intel 接的盤，
還是會冒出別的玩家呢？這裡是明夜3000里的頻道，覺得有用就順手點個讚吧，記得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